甘肃又发现大型金矿，我国金矿总储量已超3000吨，都分布在哪里？据甘肃省自然资源厅日前消息，甘肃省玉门市钱洪泉、黑山北滩地区新发现一处大型金矿，新增金资源量超40吨，规模相当于2个大型金矿的资源量。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甘肃挖出40吨金矿。甘肃广袤的土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宝藏。据勘探数据显示，该省已探明的矿产资源中，镍、钴、铂族等14种战略性矿产的储量均位列全国榜首，黄金资源量更是惊人的超过了1600吨，稳居全国第2。在这片土地上，北山成矿带以其密集的金矿床分布而闻名遐迩。时间回溯到2017年，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精心策划并启动了玉门市钱洪泉、黑山北滩地区15万矿产远景调查项目。甘肃省地矿局4勘院深入分析区域成矿条件，发现钱洪泉地区不仅前长城系地层广泛分布，而且沿江活动极为频繁，不同时期的构造活动相互交织，区域内已发现多处受韧性剪切带控制的金矿床。鉴于钱洪泉恰好位于北山南带的巨型韧性剪切带上，专家们预测该区域具有巨大的金矿找矿潜力。随后4勘院迅速行动，组织专业团队采集了大量水系沉积物样品，并成功圈定了16处以金为主的综合异常区域。2018年前，洪泉金矿点首次被发现。接下来的2年里，勘察范围不断拓展，矿化带长度超过10公里，多条达到工业品位的金矿体被相继圈定，为后续的勘察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紧接着，玉门市钱洪泉金矿普查项目正式拉开帷幕。2021年4勘院在原有矿调项目的基础上，申请将勘察区面积扩大至 26.04 平方千米，将钱洪泉金矿勘察增储作为主攻方向。随着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深入实施，甘肃省自然资源厅进一步加大了勘察力度和资金投入，新发现了一条长达14千米、宽度在10至100米之间的金矿化带，新增金资源量超过40吨，相当于发掘出2座大型金矿。2. 中国金矿分布。黄金作为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与避险优选，其储量的稳步增长犹如一股强劲动力，直接驱动着采矿、冶炼及珠宝加工等相关产业链的蓬勃发展，为地方乃至国家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在全球经济风云变幻、货币价值波动加剧的当下，黄金凭借其定海神针般的特质，成为国家抵御风险、应对挑战的坚实后盾。新金矿的发掘不仅有效降低了对进口黄金的依赖，更在国际资源版图上为中国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黄金储备的稳固，如同汇率的守护神，还能巧妙化解国际经济制裁等潜在威胁。随着中国黄金产量的持续攀升，其在全球黄金市场的地位日益凸显，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稳固地位。中国金矿总储量超3000吨，主要分布在东部的胶东半岛、燕辽金矿区，中部的小秦岭地区，西部的内蒙古、青海、云南、贵州、甘肃、新疆等地，以及福建紫金山金铜矿等重点矿区。3. 甘肃大型金矿的意义。当前全球经济前景扑朔迷离，地缘政治格局也暗流涌动，这促使投资者对避险资产的追逐热情持续升温。黄金这一承载着历史与信任的避险瑰宝，正迎来新一轮的市场热潮。回溯2年前，国际金价尚在每盎司2000美元下方徘徊，如今其价格已如脱缰野马，涨幅甚至超越了股票市场。这无疑映射出投资者对安全、稳定且能保值资产的深切渴望。甘肃新金矿的横空出世，恰似一剂强心针，为投资者的信心添砖加瓦，同时也让市场的避险情绪愈发浓厚。此次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远不止于财富的累积，更是科技与勘察技术飞跃的见证。勘探团队借助现代地质勘察技术、高精度遥感探测、深度钻探分析以及大数据模拟等手段，将数十年的探索与努力转化为沉甸甸的资源成果。昔日金矿勘探多依赖于经验与运气，而今科技的力量让这一过程变得更为可预测、更精准。这预示着未来的矿产资源开发将更多的依赖于科技实力与系统化的数据分析能力，而非单纯的人力投入。甘肃作为中国西北的重要省份，其地质构造复杂多样，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此次新发现的大型金矿，无疑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新动力。
矿业开发不仅带来了黄金本身的经济价值，更激发了就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产业链的蓬勃生机。对于玉门市及周边地区而言，这既是新的产业机遇，也是科学管理、环保措施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实践的挑战。如何在开采黄金的同时，守护好绿水青山，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成为矿业企业与政府共同面临的课题。未来，随着矿产资源的进一步勘探与开发，甘肃的这片金矿有望重塑区域经济版图，甚至在全球黄金供应链中占据一席之地。俄罗斯网友推算，外蒙古最终会回到中国，连远东一起归还，是真的吗？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领土辽阔的国家，而外蒙古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在历史上都是我国固有领土，清朝末年却因种种原因被迫与中国分离。俄国人推算外蒙古与远东最终将回归中国，这是真的吗？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一、蒙古与远东的发展困局。蒙古位于我国的北方，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国土面积达 156.65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40万，其资源储备令人瞩目，煤矿、铜矿和金矿的储量均居世界前列。此外，蒙古还是全球第2大稀土资源国，这一战略资源极具价值，拥有如此丰富的资源，理论上蒙古应能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然而，过去的决策似乎对蒙古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例如，蒙古曾选择与北约结盟，这导致其与中俄的关系一度紧张，加之其本身工业基础薄弱，资源开采困难重重，再加上与中俄的关系紧张，即使资源被开采出来也难以运出，这无疑给蒙古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碍。俄罗斯远东地区位于欧亚大陆东北部，属于俄罗斯的亚洲部分，是俄罗斯通向太平洋的重要门户。西部与西伯利亚联邦区相连，东部和南部与美国的阿拉斯加以及日本隔海相望，北濒北冰洋，南与中国和朝鲜接壤，总面积约为 621.59 万平方公里，占俄罗斯面积的 36.4%， 拥有金、锡、铁矿石、石墨、煤、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煤炭探明储量为200亿吨，石油远景储量30至50多亿吨，天然气储量1万亿立方米。因极端的气候条件、人口稀少以及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这些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2. 外蒙古和远东最终可能会回归中国吗？回首历史长河，外蒙古自清朝末年遭遇沙俄的侵略后，逐渐脱离了中国的掌控，其失落令人痛心疾首。曾经外蒙古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在苏联的操纵之下，通过一场虚假的投票后宣布独立。如今即使中国日益强盛，但外蒙古与中国的联系仍然疏离，其独立后的民族认同根深蒂固，回归的意愿微乎其微。远东地区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该地区丰富的资源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俄罗斯不可或缺的领土。尽管俄罗斯面临经济困境，但远东地区仍是他们的经济命脉，除非俄罗斯主动放弃，否则这片土地的回归几乎遥不可及。尽管有人憧憬通过经济合作来促进领土回归，但这种想法只是一种空想。领土主权是国家核心利益的体现，它不会因任何经济合作而受到影响。若中国希望有机会收复这些失地，必须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历史已经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弱国难以在国际舞台上发声。如今中国的经济、科技、军事的全面发展，已为维护领土完整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未来领土回归或许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而是建立在国家强大基础上的可能。3. 外蒙和远东回归的地缘发展意义。远东地区目前仍被视为俄罗斯的矿产资源储备地，尽管他们拥有丰富的资源，但开发能力却显得捉襟见肘。而外蒙古作为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其发展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若想实现外蒙古的繁荣发展，中俄两国的支持与合作关系至关重要。若外蒙与远东能重归中国版图，这将为中国带来深远的地缘政治意义。首先，这将为中国带来更为广阔的土地与丰富的资源。外蒙古的稀土及煤炭储量居世界前列，而远东地区亦蕴藏着丰富的煤炭、油气及其他矿产资源。有了这些资源的加持，结合中国的强大基建能力和开发实力，必将为外蒙和远东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其次，这将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地缘联系问题。当前，中国东西两端因外蒙古的隔离而难以直接相连。若外蒙古回归我国，将大大缩短从黑龙江至新疆的距离，而且远东回归也将减轻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中国将有能力从海参崴向南威慑至日本北海道，军机军舰亦可从楚科奇半岛直达阿拉斯加，深入美国腹地。最后，外蒙和远东的回归还将为开发贝加尔湖提供可能。贝加尔湖作为世界上储存淡水最大的湖泊，若能修建一条穿越外蒙古、连接中国华北和西北的运河管道，将为华北和西北地区注入大量淡水，滋润大片干旱土地，使中国拥有更多肥沃农田，为人口提供充足的粮食来源。我国公布新一轮免签国家后，欧洲仅剩3国未免签，他们都是谁？从今年的10月8号开始，我国将会对斯洛伐克、芬兰、挪威等9个国家实行免签政策。这样一来，我国实行免签的国家就达到29个。这9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除了日本之外，也都是欧洲国家。这一政策的推出不仅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搭建了便捷的桥梁，为外国友人提供了来华的便利，同时也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此举可谓是双赢之策，值得庆祝与赞扬。值得一提的是，在扩大免签国家范围后，我国已对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实施了免签政策，但其中却有3国例外。而我国之所以没有对这3个国家免签，主要还是这3个国家自己作的。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瑞典。瑞典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北欧5国之一。该国西临挪威，东北与芬兰接壤，西南濒临斯卡格拉克海峡和卡特加特海峡，东边为波罗的海与波蒂尼亚湾，与丹麦、德国、波兰、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隔海相望。瑞典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是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15% 的土地位于北极圈内，总人口为1056万。瑞典的3大资源是铁矿、森林和水利。该国的铁矿储量为 36.5 亿吨，是欧洲最大的铁矿砂出口国。森林覆盖率为 54%， 每年可利用的水利资源为2014万千瓦。此外，瑞典还有铜矿、铅矿、油矿等，但储量一般。到21世纪初，瑞典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持续下降，农业劳动人口只占全国就业人口的 3% 左右。瑞典的优势工业部门已经转向了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在医药、电讯、软件、远程通讯、光子领域，瑞典都位于世界领先地位。瑞典是北欧5国之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我方免签待遇的国家。从经济实力角度看，其2021年的 GDP 总量高达6274亿美元，稳居北欧之首。另外，在工业、人口、经济等多方面，瑞典堪称北欧第1强国。但是为何北欧国家之中只有瑞典被视为特殊呢？这其实还是因为瑞典自己本身的原因，其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发表不当言论，所以这样一个对我国并不友好的国家，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对其免签。毕竟中国一向致力于和平发展，但对于破坏和平的国家，自然也就不用给任何好脸色。2. 捷克。地处中欧的捷克，其东面毗邻斯洛伐克，南面接壤奥地利，北面临接波兰，西面与德国相邻，国土面积 7.89 万平方公里。2023年人口约1090万，其中有 90% 以上为捷克族。这一国家位于北温带上，典型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湿润，年均降水量683毫米。国内的地形主要由平原、山地和高原组成。捷克国内的褐煤、硬煤和油矿蕴藏丰富，其中褐煤和硬煤储量约为134亿吨，分别居世界第3位和欧洲第5位。石油、天然气和铁砂储量甚小，依赖进口。其他货物资源有锰、铝、锌、萤石、石墨和高岭土等。捷克森林资源丰富，森林面积 266.8 万公顷，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34%， 在欧盟居第12位。主要树种有云松、冷杉、橡木和榉木等。捷克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99年加入北约，2004年加入欧盟，2006年被世界银行列入发达国家行列。工业基础雄厚，外贸依存度较高，
主要工业有机械、化工、冶金、纺织、电力、食品、制鞋、木材加工和玻璃制造等。出口对象是欧盟成员，尤其是德国。目前该国经济大多已经私有化，包括银行和电信业。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3309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3.04万美元。捷克是中欧8国之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我方免签待遇的国家。3. 立陶宛。位于波罗的海东岸的立陶宛，国境线长达1644公里，西临加里宁格勒州与俄罗斯接壤，北与拉脱维亚为邻，东接白俄罗斯，南接波兰，海岸线长90公里，国土面积广阔，达 6.53 万平方公里，人口 289.5 万，地形以平原为主，建有西部丘陵和东南部高地，其中最高点海拔 293.6 米。立陶宛的矿产资源相对匮乏，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主要依赖进口。然而，该国在资源利用方面并不缺乏选择，如西部地区的石油、泥煤以及波罗的海大陆架的资源。此外，东南部还有丰富的铁矿和花岗岩等矿产。值得一提的是，立陶宛的森林和水资源也十分丰富，特别是南部和东南部的森林，覆盖了 217.7 万公顷的土地，森林覆盖率超过 30%， 其中以针叶林为主，尤其是松树。此外，森林中还蕴藏着丰富的蘑菇、浆果和草药资源。立陶宛的工农业较为发达，独立后通过企业私有化逐渐融入市场经济体系，经济形势总体稳定。工业是该国的支柱产业，涵盖了矿业、采石业、加工制造业以及能源工业等多个领域。农业方面以畜牧业为主，其产值占农产品总产值的 90% 以上。此外，立陶宛的电子、纺织和食品加工业也相当发达，尤其是糖、奶肉制品等出口产品具有明显优势。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778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2.71 万美元。立陶宛也是波罗的海3国之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中方免签待遇的国家。未来国际形势多变，但合作共赢的原则不变。那些坚持对抗者不仅会错失良机，更可能自断市场之路，终将自食其果。面积接近10个上海崇明岛，曾是我国故土的巴拉望，还能收回来吗？中国南海边缘的巴拉望岛在历史上与我国存在一定渊源，但目前是菲律宾领土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菲律宾的巴拉望岛。巴拉望岛是一座位于菲律宾西部的岛屿，曾是我国的领土。1946年在菲律宾获得完全独立后，巴拉望岛也随之成为了它的一部分。菲律宾位于东南亚，国土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主要岛屿包括棉兰老岛、萨马岛、吕宋岛等11个，共占国土面积的 96%。众多岛屿为其提供了长约18533千米的海岸线。该国总面积约 29.97 万平方公里，国内人口大约 1.17 亿。其中有 85% 以上都是马来人。菲律宾的西部是我国南海，东部濒临太平洋，北部与我国台湾岛隔巴士海峡相望，南部和西南部与印尼、马来西亚隔苏拉威西海与巴拉巴克海峡相对，其地形多以山地为主，平原只有零星一点。另外，境内有200多座火山，其中活火山21座，最大的活火山是吕宋岛东南的马荣火山，而棉兰老岛的阿波火山是境内的最高峰，其海拔约2954米。菲律宾属热带雨林气候，受海洋季风影响，年降水量约2000至3000毫米，森林分布广，野生动植物有近万种，当地矿产种类20多种，主要有铜矿48亿吨、镍10.9亿吨、金1.36亿吨。巴拉望岛西北部海域有大约 3.5 亿桶石油。2023年，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约 4371.46 亿美元，其经济是出口导向型，受国际市场影响大，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约 60%。该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务输出国之一，在外劳工约230万人，主要在沙特、阿联酋等国工作，工业以电子、化工等制造业为主。菲律宾近些年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但是由于基础薄弱，发展过程也存在高通胀、高债务、高失业率等问题。巴拉望岛的地势狭长，并呈东北至西南走向，岛屿长约423公里，最窄处约为9公里，最宽处约为45公里，面积约 1.18 万平方公里，
比上海的面积还要大上10倍。岛上最大城市则是中部东海岸的普林塞萨港。巴拉望岛的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基本在27摄氏度以上，而且沿海地区种植着稻米、椰子等作物，还拥有高达 90% 的森林覆盖率。另外，岛上还有一些矿产资源，如汞、铬、锰等，其储量都比较可观。目前这座岛屿上的人口约 31.16 万，主要靠渔业、采集等维持生计。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如今却成为菲律宾的第5大岛，被称为菲律宾的最后一块净土。2. 巴拉望岛的战略价值。虽然巴拉望岛的开发力度并不是很高，但它却拥有很高的战略价值。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其东北方是菲律宾的吕宋岛，东面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西面隔着南海与马来西亚的沙巴州相望，西南方是印尼的加里曼丹岛。这样的位置使得巴拉望岛成为连接亚太地区的枢纽，并且它还靠近我国南海的贸易航道。从西太平洋经南海到印度洋的国际航线必须绕到巴拉望岛附近海域。由于东北亚地区进出口的货物路途遥远，所以在通过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时，可以将巴拉望岛作为一座中转站，为来往船只提供补给。而且南海拥有37条世界级的航线，美国从亚太地区进口的货物，其中 90% 都要经过南海海域。韩国与日本进口的石油 90% 也要经过南海海域，可见在海上交通与贸易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除此之外，巴拉望岛还因为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维稳亚太地区的关键。毕竟巴拉望岛和我国南海仙滨礁的距离仅有141千米，距离仁爱礁有198千米，与舰长礁的距离更短，仅有80千米。与黄岩岛的距离较远，但也只有相隔460千米。所以从巴拉望岛不管是去南沙地区还是中沙地区，其距离都是非常的近，可谓紧盯我国南海防线的前沿哨所。另外，在巴拉望岛中东部有一个港口城市普林塞萨港，其西班牙文意思是公主港。普林塞萨港地处洪达湾南岸，外围是苏禄海，成为该处海湾的天然屏障，所以这里既是巴拉望岛的经济中心，也是重要的渔业基地和贸易转运站。3. 巴拉望岛为什么会成为菲律宾的领土？元朝时期的巴拉望岛属于苏禄国管辖，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巴拉望岛就成为了明朝的附属国。到了清朝时，苏禄国依然定期向中原进贡。在18至19世纪时期，西方列强侵入东南亚地区，随着西方列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入侵越来越迅猛，此地的岛屿逐渐被侵占，而巴拉望岛便在这个过程中被西班牙占据，统治长达300年。直到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击败了西班牙，在西班牙统治的巴拉望岛也随之转到了美国名下。在1946年经得美国同意后，菲律宾才正式获得了完全的独立。之后不仅将巴拉望岛划分到自己国内，连我国南海也被菲律宾称为西菲律宾海，企图侵占我国南海大片海域。面对菲律宾的无耻行为，我们对菲律宾采取了强硬措施，迫使他放弃拥有我国南海这不切实际的幻想。目前巴拉望岛已归属菲律宾78年，虽然不曾对巴拉望岛进行开发，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也使得巴拉望岛军事化程度较高，而美国也计划在巴拉望岛南部建设军事基地。只要美国没有失去霸主的地位，对于收回巴拉望岛的几率就非常渺茫。被强占25年的苏岩礁，如今已被我国实控，领土完整，寸步不让。在我国东海海域有一处神秘的暗礁——苏岩礁。这座水下暗礁到底有多牛？为什么会引起中韩激烈博弈？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我国已经收回的有争议岛屿。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最东端的黄岩岛，它虽然一直都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1997年至2012年这15年的时间内，一直都被菲律宾非法占有，直到三沙市在2012年设立之后，才回到我国的实控下，将其划给了三沙市管辖。目前黄岩岛的渔业年产值超过20亿元。在黄岩岛东部的马尼拉海沟地处菲律宾西部与我国南海之间，而黄岩岛与马尼拉海沟之间的距离非常近。黄岩岛与菲律宾的距离为240公里，距离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也只有300公里。不仅遏制着苏比克湾进出的咽喉要道，还控制了南海航道的咽喉位置。
黄岩岛的外形大致是一个等腰三角，其面积约150平方公里。礁盘处于一个半封闭状态，中间西湖的面积可达130平方公里，内部水深可达20米。位于南沙群岛的美济礁和主碧岛，经过我国的不懈努力，这2座岛礁都已被成功吹填。美济礁的面积约为5.66平方公里，由于它是我国南沙地区一座罕见的天然大型避风港，可以将其建设成为南沙的水产基地，战略价值非常高。主碧岛位于中叶群礁的西南方向，东北部距离中叶岛约23千米，其礁盘面积可达16.1平方公里。这2座岛礁目前不仅是南海渔业和科考的枢纽，油气储量更是超过50亿吨。2. 苏岩礁的领土争端。苏岩礁就隐藏在我国东海的北部，其面积约2平方公里，形状像个椭圆形的海底丘陵，周边平均水深50米，还形成了独特的珊瑚生态系统。苏岩礁地处我国东海的大陆架上，属于我国长江三角洲的海底丘陵，其礁名也有着江苏外海之礁石的意思。苏岩礁距离上海崇明岛150海里，距舟山群岛最东侧的童岛132海里，距韩国济州岛西南82公里，距日本冲绳县硫磺鸟岛151海里，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而苏岩礁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苏岩礁与江苏外海的麻菜横、外科角两沙洲岛，以及圣斯列岛东边的蛇山岛、鸡骨礁、舟山群岛东北侧的童岛，共同组成了中国东海的外围岛链，对我国东海和黄海的划界具有重大意义。苏岩礁这块暗礁虽然常年淹没在海平面下约 4.6 米，但由于中日韩3国专属经济区有重叠，它就成了大家争论的焦点。中国的说法就是认为苏岩礁是江苏外海大陆架的自然延伸，理所当然地归入中国专属经济区。韩国的看法则以鲤鱼岛为由，声称这是非法设立的海洋平台，并且在2001年非法设立了3600吨重的大型海洋平台，建有直升机停机坪、卫星雷达、灯塔和码头，试图扩大自己的管辖范围。如今我国在苏岩礁上设置的养鱼场也是合法合理的，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岛礁，甚至很多人也认为接下来我国对苏岩礁及相关海域的实际管控会逐渐提升，那么苏岩礁彻底回归我国也将指日可待。3. 苏岩礁的战略价值。苏岩礁虽然只是一个水下的暗礁，不仅没有领土地位，还不能作为岛屿划分海洋专属经济区。尽管如此，这一暗礁的价值还是非常的大。首先，苏岩礁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收回苏岩礁是我国捍卫主权和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体现，对日后我国管控南海等相关海域岛礁意义重大。另外，这里还是国际航运咽喉，从上海到济州岛再到硫磺鸟岛的国际航运路线，每天有超过100艘商船往返于中日韩之间，占据了东海航运流量的 40%。如果苏岩礁纳入我国有效管控，不仅能确保黄海与东海分界线的安全，还能保障长三角到日韩的贸易通道畅通无阻。其次，苏岩礁是一个水产资源宝库，这里聚集着大黄鱼、带鱼、乌贼、小黄鱼等4大海产，尤其是在礁区东南侧，鱼群更是密集，年捕捞量超过50万吨。这些丰富的海产资源能直接惠及江浙沿海的数万渔民，极大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且这里也分布着非常丰富的能源，通过现代探测技术，已探明原油储量高达1000亿桶，天然气储量72亿立方米。这个数据相当于大庆油田巅峰期的3倍。更重要的是，未来这里还可以规划建设海上风电站，为长三角地区实现绿色能源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推动区域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台湾网民提出换岛方案，去外国买岛迁移，把台湾留给大陆，可行吗？台湾有网民近日提出了一个想法，想要花钱购买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之后可以将全部的台湾人迁往这个小岛，那么台湾岛便可以归还给我们大陆。这个想法的可行性有多大？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塔斯马尼亚岛的基本情况。
塔斯马尼亚岛位于澳大利亚的东南侧，紧邻墨尔本南侧约240公里处。它横跨巴斯海峡，是澳大利亚唯一岛州塔斯马尼亚州的主要部分。该岛面积约 6.45 万平方公里，因其形状酷似心形，被誉为世界的心脏。塔斯马尼亚岛的生态资源丰富，享有天然之州的美誉。岛上蕴藏着丰富的铁、锌、铅、锡等金属矿藏，为岛上的矿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岛屿的中部和西部还蕴藏着澳大利亚主要的水电潜能，例如皮曼湖的部分区域已经开发成水电站。福斯河上的塞沙纳坝是澳大利亚的重要水电工程，其大坝高度达到了110米，库容量达到 1.46 亿立方米，装机容量更可达10万千瓦。而更为壮观的是皮曼河上的里斯坝，其水库总库容高达 6.41 亿立方米，水电站装机容量更是高达 23.8 万千瓦。除了这些自然资源，塔斯马尼亚岛在战略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东临塔斯曼海，西接印度洋，是南半球连接两大洋的关键枢纽。此外，它与南极洲相望，距离仅约2500公里，成为了连接澳大利亚与南极的重要通道。霍巴特港位于岛屿的东南侧，是岛上最大的港口，也是远航南太平洋进入南极大陆的重要门户，具有非凡的战略价值。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来看，塔斯马尼亚岛周围海域环境简单，除了与澳大利亚相邻，仅有新西兰与之相伴，这使得它不易被卷入大国之间的纷争和博弈，成为了一片宁静而宝贵的宝地。2. 台湾网民提出的购买岛屿的想法能实现吗？全球花钱购买领土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在1867年，俄罗斯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竟然将约 151.9 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州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而且还是他自己主动提出的售卖。阿拉斯加现今的 GDP 更是高达700亿美元。根据现有的交易来看，塔斯马尼亚的沃特豪斯岛是一座未开发的岛屿，其以550万澳元的价格售出，总面积约300公顷。这样计算下来，每公顷的价格约为 1.83 万澳元。实际上，像这样的毛坯岛占据了塔斯马尼亚岛总面积的 95% 左右。若想购买整个岛，其价格将高达 11.7 万亿澳元以上。再加上剩余的 5% 的精装岛，总价将接近13至14万亿澳元。近年来，台湾省的经济增长也相当可观，2023年的 GDP 达 23.55 万亿新台币，2024年增长了2746亿新台币。按照当前的汇率换算，1新台币约等于 0.0485 澳元。这意味着2023年的总 GDP 大约相当于 1.142 万亿澳元。因此，若想以当年美国购买阿拉斯加的方式购买整个塔斯马尼亚岛，这需要台湾省10年以上的生产总值。另外，澳大利亚方面也不会轻易同意。3. 台湾人迁移方案的可行性。购买海外岛屿进行大规模人口迁移的设想，在现实中遭遇多重难题。以塔斯马尼亚岛为例，其独特的地形与气候虽然引人注目，但并不适宜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岛上大部分区域被划定为国家级公园或自然保护区，开发空间严重受限，这为迁移计划带来了实质性的挑战。此外，塔斯马尼亚岛的经济基础以农业、林业和旅游业为主导，缺乏强大的工业支撑，其经济结构难以承受大规模人口和产业的转移所带来的压力。尽管地理位置上远离大陆，但塔斯马尼亚岛与澳大利亚大陆之间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然而，霍巴特机场仅允许国内航班运营，且对进口新鲜水果和鱼类的严格限制，凸显了该岛在资源流通方面的局限性。即便塔斯马尼亚岛的自然资源丰富，但其生态系统却异常脆弱。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可能对这片土地造成不可逆的生态破坏。同时，尽管岛上的矿产资源种类多样，但储量有限，难以满足大规模工业发展的需求。综上所述，台湾网民去外国买岛迁移的想法在现实中缺乏可行性，还需要更多的考虑和评估。